想知道在越南哪里买伴手礼最划算吗？从平民小吃到屡获大奖的越南品牌，我们将一一开箱这些必买的伴手礼。嗨，大家好，我是双子脚腹肌，我是云流，我是雪人。今天要分享的是越南伴手礼。如果说你是跟团旅游的话，你买伴手礼大概会有分3个来源。第一个是你在市区自己购买，那我先跟大家讲结论，你在市区购买的话，价格是最便宜的，而且品项是最多。但是呢，因为每间店的品质不一，所以变成说你自己要控管你购买的品质。第二个是在游览车上面购买。游览车上面购买的话，它的价格其实不太便宜。就是他说是懒人的行程啊，就是那个导游说他都已经帮你找好他们当地比较热门的食品，然后推销给你这样。对，但是就品项比较少，大概就是什么芒果干啊、坚果啊那一类的东西。那好处是说，导游一定会开给你先让你试吃，所以你可以先试吃之后，你觉得喜欢 OK 品质再买。然后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用台币跟他购买。第三个是在机场购买。机场购买的话，其实我不是很推荐。我那时候看了一下越南机场伴手礼价格，大概是市区的2-3倍。不要留到最后一天再到机场买伴手礼，因为真的太贵了，你就在市区直接买就好了。直接开箱这次的越南伴手礼，看要先开哪一个？在后面。我先开从。等等，我们先不要开榴莲的，因为那个榴莲的味道很重。然后我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有买榴莲的伴手礼，你千万不要在游览车上面开。你的 partner 可能会这样。你太臭了，你不要在那边开，我会受不了。即便是榴莲的饼干，它一打开味道也很重。我妈是很喜欢吃榴莲的人，我记得小时候她都要一个人买了之后躲在冰箱角落偷偷的吃，因为那味道真的太重，怕臭醒我，她都要在那边偷偷吃，我就觉得很可怜。哦，贴心的妈妈，所以我们也要当一个贴心的乘客，或是贴心的旅游 partner。就除了榴莲以外的，先选吧。像那个椰子饼啊，是在越南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很普遍的一个小吃。它好像也有很多不同的牌子。哇，它里面看起来小小包装，大概有4-5片的零碎的饼干在里面。我觉得它烤的还蛮漂亮的耶，你看我这个比较完整，而且它中间里面可以看到好像有椰子丝。我觉得吃起来口感好扎实哦，但有点偏硬，但它咀嚼到最后真的很香，因为它感觉有椰子的那种结晶，或是有一些果粒在里面，很像可可奶汁哦，有一点像，但它没有可可奶汁那么甜，也没有可可奶汁那么软，有一点嚼劲的椰子饼，而且越嚼越香，这个还不错，这个蛮推荐的。再加一个。这是我在 Vinmart 超商买的烘烤玉米粒，因为我发现他们那边有很多是用玉米做成的饮料，像我们在台湾玉米汤不是喝咸的吗？对，他们那边是喝甜的，甜的，然后还有做成饮料，这么 crazy。对，所以我想说，好，那我一定要买他们当地玉米做成的零食。你确定这是不是康宝那个玉米浓汤？哦，很像哦。它里面的颜色很漂亮，它每一颗看起来烤得蛮饱满的。然后看起来那玉米粒是有自己挑过，不会说就是有点参差不齐。就是那种我们吃了很饱满的玉米粒，只是它把它烘烤成干的，像这样。哦，我听到那个咔哧咔哧的声音了。他们那边很喜欢卖水果干，它这个的零食的概念就是把饱满的玉米粒变成玉米干。我另外还要再赞赏一点的是，它没有调味，所以其实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其实我就还蛮符合我的需求，因为就是不要吃太重咸重甜，这个还蛮不错的，而且我看到它口感好好。我觉得这个好像小朋友会喜欢，就是如果说他不喜欢吃玉米，你可能给他吃说，吃这个饼干，他可能就会很喜欢这样子的食物。这个我也给蛮高分的，这个已经可以取代掉那个爆米花了。哦，对，你想对了。我可以去电影院带这个，然后有嚼劲，然后看电影，哇，还蛮爽的哎。对，这个是真的很有嚼劲，口感非常的酥脆，而且怎么可以这样烤得蓬蓬的啊？我就看了好疗愈了。对啊，就是因为我们透过上面的灯光打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说它上面的那玉米粒其实是金黄透亮，然后真的有烘烤的一些微焦的痕迹在。这个是越南当地他们也是蛮有名的一个牌子，它有做很多种不同水果的果干。那这个是综合口味的，那还有另外一包是菠萝蜜的，我们来吃吃看。我发现它综合的还有一些蔬果类的，不是全部都水果。好，老婆吃看看。这个是什么？真的还假的啊？对，我觉得这些水果干做的很好，然后是有名的牌子，它吃起来的整体烘干的感觉是很平均的，所以整体吃起来是很舒适的。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有新鲜水果的味道上来。
烘焙时间跟角度应该是拿捏的刚刚好，所以它每个细节它其实都有顾虑的。因为我最怕有一些水果干过干，然后过硬，它这个不会，刚刚好，很好吃，这个厉害耶！我吃到苦瓜了。你有确定没有吃错？因为基本上来讲说，因为苦瓜它本身的苦味会打断你那个吃东西的感觉。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水果干有放苦瓜的。苦瓜在这里。大部分可能放那个红萝卜啊，然后地瓜。对，放苦瓜的太超过了。一般会被客人讨厌。对啊，这个要注意啊，就是你可能在吃的时候觉得很美好，可能让你吃到苦瓜的时候，你就马上醒来了。但我觉得它苦瓜，它会马上洗掉你嘴巴其他味道。我现在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苦瓜的味道。然后我现在就是也先开了一下菠萝蜜，你看它外面烤的又很像是那个洋芋片，这个好好吃哦。就像老公说的，因为它切的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像很厚的洋芋片。我觉得这水果干我后悔买太少了，这菠萝蜜我应该要买超多回来。好，再来老公选这个它有点像是他们当地的传统小吃，路边的小摊贩都可以买得到的花生糖。那它有白芝麻口味的跟黑芝麻口味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现场试，这觉得还不错，所以就买回来，而且它是做成大片的圆的这种形状。然后我刚才摸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一直以为它会很硬，结果没想到，是有一点柔软度的。那我们现在吃吃看白芝麻口味的，好香哦。对，因为它上面整个都是铺满了白芝麻，好香哦！我觉得你会喜欢。它的基底是他们越南那种米饼，一点点微软米饼的口感，然后上面再铺麦芽糖，然后还有满满的白芝麻的香味，再加上花生的香味。它那个层次很多元，很丰富，这个很好吃。然后咬下去的时候又不会觉得说很费劲，然后又充满了芝麻的香气，不会过甜，而且重点是它不粘牙。我发现到黑芝麻的香气没有像刚才白芝麻比较重。好，我心中的评分应该还是以白芝麻取胜。它的黑芝麻比较偏没有加太多甜味进去的黑芝麻，但是它相较于白芝麻，它多了一个微微的焦香。对，它咬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到尾韵的时候，怎么开始有那个煤炭的味道？相较之下，稍微比较强烈一些，它层次分明比较更重。但我是个人是黑芝麻的爱好者，我是白芝麻爱好者。两个都好吃。然后你在买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要几片白芝麻，你要几片黑芝麻，你就不用全部都一样，要买一样的口味，就可以混着搭。好，这个是我去越南的时候，老公一直要我买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打开来的，金光闪闪。为什么这边空了一个白的？这个按下去，等下会有东西，有小老鼠飘出来。什么机关？关于素的部分，因为它这个是我们是有查，它是植物油，所以它就不是猪油。它是盒子耶，我一直以为它是纸包装。它的做工很细微，就是外面用了一个盒子装了之后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包装纸嘛。那包装纸打开之后，把这一小块切成6小块。这个有可能你一次吃太大口会太甜，那它就切成6小块，买试试看。我觉得切小块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有点干，就是不能吃太大块，所以它的切小块是正确的。所以他怕你吃太大块噎到。我觉得糖味还好。因为那时候导游有在车上给我吃另外一个，也是绿豆糕的，更甜。我吃下去就太甜，真的没办法。但是它这个小块的，我觉得它甜度还好，控制的没有到很甜。不过其实我吃到第2块的时候开始有点腻了，所以这要配茶，或配咖啡。所以他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对的。没有吃完你就是还可以把它再折起来。对，慢慢吃。难怪跟一个盒子。对啊，你就不会说你那个口水破坏到整块的卫生。还蛮贴心的。下一个。这个椰子糖是在游览车上面跟导游买的，它这是原味的，那他们还有一个是榴莲口味的，我们等一下再吃。听说是越南版的金沙，越南版的金沙，你试试看。椰子香气好重，真的很像金沙的口感。它没有像金沙那么样是用巧克力的甜，所以它是用椰子的口味去带出这个椰子糖的味道，所以相对它吃起来甜腻感没有那么重，然后都是椰香，因为它外层都是椰子丝。有3层不同的口感，外面酥脆然后里面是柔韧的夹心，然后中间还有一颗花生去提味它的香味。这个层次很高，不错。越南版金沙这个可以买，很棒。好，再来这个是他们越南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巧克力牌子，叫马福巧克力。那它这个是由2个法国人在越南当地建立的品牌，它全部的可可豆都是采用越南当地不同省份的可可豆去做成的巧克力。如果说你有去越南的话，这个还蛮值得购买的。然后这巧克力也有得过很多大奖，
老公先试这个西斯趴的，它的那个内包装啊，很不错哦，还蛮有质感的。因为就是它后面还有类似像那种烫印的那种邮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送人其实也是蛮时尚的。先撕一小片来试看看。有很厉害吗？为什么我会知道葡萄干的感觉啊？哇，这个巧克力不得了，就一吃下去，那个咖啡香气直接扑鼻而来。真假的？然后夹到后面之后，包含中段跟后段都有很强烈的果干的味道跟浓缩咖啡的那个香气，咀嚼下去也是蛮丝滑柔顺的。我知道你说的，很不可思议。因为我刚开始第一口我不相信，可是等到它从你嘴巴散开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浓烈的香气。好好吃哦！我现在开箱到现在也是满分。好，那因为口味很多，我们就先试吃到这边。总之，这个你要去买的话，就是建议你可以买各种口味都买一片。我相信其他的也有很明显的不同的风味。那我们来开这个，它有分榴莲饼，里面有夹蛋黄跟没有夹蛋黄的。那我想说，既然买了，我就要买有夹蛋黄的。我觉得它这个很像月饼啊，对啊，月饼的做法就是有咸蛋黄在里面啊，比较老式传统糕饼做法。对，应该说他们那边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有榴莲月饼的产生。你先吃，因为我没有吃过榴莲，好吃吗？好吃，真假的？因为我们跟薛仁平时是不太吃榴莲的，但是它的榴莲味会让你感觉到有跟到里面的咸蛋黄融合在一起。其实我吃不出来什么榴莲味，一点点，没有这么重。然后它口感其实是湿润的，不会说过干。这算是吃起来也算是偏柔和味道的月饼。我没有想到咸蛋黄跟榴莲的味道搭起来会这么 match， 而且它那个口感让我觉得好像在吃麻糬哦，一点点，但是没有麻糬的那种 QQ 的那种，但是就是软软的，舒服的，然后好吞咽的，就还蛮不错，很适合当下午茶，或者是说你吃饱饭来个甜点。再来这个是榴莲夹心酥。哦，这个一开整个房间的那个味道，我同事一定是看了这包夹心酥，我猜的，因为这个味道很强烈。开始呼吸，味道好浓烈。它虽然是夹心酥，但是我榴莲味怎么那么重啊？整个都醒过来了。但它饼皮是很酥脆的那种饼干。你先吃。哦，远远闻其实我就已经醒来了，然后静静拿，其实你要昏倒了。我觉得我身体暖起来了。真的假的？为什么要暖起来？可能被刺激太深了。这味道是不是很重啊？嗅觉、味觉到一个极致了。榴莲的极致。我不行啊！不行啊！为什么？看看面。好臭哦！薛仁他很怕那榴莲味道，我是还好，但其实它的味道其实是真的好浓烈哦。很喜欢榴莲的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款，它的味道真的超香的。可是它真的蛮好吃的。好，我们现在来吃榴莲味的排糖。其实我觉得这个榴莲口味跟前面椰子的口味其实差不多，大同小异的，没有到很深的榴莲味。只是里面的内馅啊，它是榴莲味的。你没有特别爱榴莲的话，你就买一般椰子口味就可以了。好啦，我刚才去泡那个 G7 的咖啡粉，好，不予置评。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越南伴手礼，云流最喜欢哪几样？选前3名好了。我应该会最喜欢第1名应该还是葡萄干跟浓缩咖啡的巧克力味。那第2个的话，我会觉得是那个椰子饼干，它嚼起来就是不会太没有口感，但是它又可以保留淡淡的椰子香气。那第3名的话，我会觉得是排糖，它可能外表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它咬下去就有一个小宇宙爆发的感觉。那老婆，你自己心中的前3名呢？会选择我平常也会想拿来吃的耐吃型的东西，所以我第1名会是菠萝蜜的果干。第2名烘烤玉米粒，它有饼干的酥脆口感，加上它又很天然健康，所以这个也是会纳入我喜欢的东西。然后第3名马夫巧克力，但是我会排第3名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吃的频率不会那么高，我偶尔想要嘴馋，想要吃一点巧克力的时候，我才会去吃它。但是那个巧克力真的很厉害。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夫妻没有任何一个榴莲口味的列在这前3名的排名？真的很抱歉，因为我平常不吃榴莲。对，因为我们2个比较平常不吃榴莲，所以如果今天可能是真的很向往吃到越南榴莲味的，他们其实也很多产品其实做的也蛮精致，像我们刚刚开箱所言，就是它有些味道做的很浓烈啊，或者是它的外包装，或者是它的造型，就是让人家觉得吃起来很 OK 很舒服的，也建议大家去购买。对，去那边就是你一定要尝试看看榴莲口味的零食。然后我们夫妻啊，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美食去认识到更多的世界。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推出更多更优质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按赞跟分享哦。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是正常的吗？